好，我是 Connie，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外国人如何在柔佛新山这一带买房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很多外国买家都想要在这一带买房，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。所以今天我就做了这期视频，用4个步骤让你知道如何选到对的区域，包括一些外国人的隐藏费用。所以看了这期视频之后，你就会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啦。Congratulations to Honest Connie Lee Jun-Chin from IQR Realty。我是 Connie， 在房地产已经有超过13年的经验。如果有任何的资讯的话，都可以来 PM 我哦。步骤1，先需要了解你买房的目的，因为有一些人买房可能是投资、自住，或者是 holiday home， 甚至是有一些是先买着放了一段时间以后打算退休用的。因为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目的？它会将取决于你买的地点在哪里。所以基本上在我们柔佛新山这一带的话呢，我们分成4个旺区。第一，新山市中心，也就是新马关口的附近。所以这一带来讲的话呢，是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地方，附近是已经很成熟的地点，有包括很多的医院、很多的商场、很多的学校等等。所以如果你是今天在新加坡工作，或者是你打算拿来投资的话呢，这一带的租金会相对之下比其他地方来得高。当然，生活消费水平来讲的话，也会比较高一点点，因为它隔壁就连接着新加坡的第一通道。但是如果今天是要买来自己住的话呢，就非常方便，就很适合每天来回。如果今天你是在当地马来西亚工作的话呢，就是可能比较不推荐，因为交通方面也会比较拥挤一点点，因为是一个旺区。第二，Medini 也是 Iskandar Puteri 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属于在新山的西部，它是连接着新加坡的朱荣，也是我们讲的第2通道。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，是新的一个区域的发展。所以政府在这一个地区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development， 他们把这个地方就把它分为学校区。首先学校区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有亚太地区排名前10名的，就是 Marlborough College， 然后再来的话呢，还有一个来自于美国的 Raffles American School。所以很多一些海外的家庭呢，他们会选择移民来这个地方，让孩子就读这2间学校，包括也是有很多的university 都在这一块。所以像刚才讲的学院区之外呢，当然这个地方政府也有把它规划一些旅游区，就包括有 Legoland， 然后再来有 Puteri Harbour， 还有再来就是有一些政府部门都是在这一边的。所以如果是今天你是打算要拿来退休，或者是孩子是在这一带的话呢，其实这个地方是蛮适合居住的。你要找到有地屋或者是公寓可以看向海景的话，在这一边都可以找得到。整个市区来讲的话是比较清幽的。第3就是 The Brown Area Mount Austin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属于本地人居住比较多。当然周末的话呢，也很多新加坡人会来到这边消费，因为这边的话有 IKEA， 有 Aeon The Brown， 然后附近来讲的话呢，本地人也会来，因为附近有很多本地小区。然后如果他们要选择吃喝玩乐的话，会来到这边。所以像这一边的店面旺区来讲的话，在周末是相当堵车的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一个地方消费。第4 Permat Jaya 也是我们讲的百万镇。所以 Permat Jaya 来讲的话呢，因为其实在新马关口这一带是有一些人他是属于公寓比较多，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想要找有地住宅。如果今天你是想要靠近新马关口要找有地住宅的话呢，那么你就可以往百万镇 Permat Jaya 这一个地方去找。所以它是大概距离新马关口5到10分钟的车程，是属于一个老区。有一些外国投资者会想要买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附近有一个港口跟工厂，所以像出租方面的需求量来讲的话，也蛮高一下的。第2，了解了地区之后，我们要了解就是今天我们要买新房还是二手房。我在这边做了一个比较，让你知道新房跟二手房的差别。所以基本上新房来讲的话呢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，而且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房屋保护法令里面来讲的话，我们是有2年的维修期。如果我们遇到屋子方面里面有什么任何需要维修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跟开发商要求叫他们帮我们维修的。第2，升值空间来讲的话，也会比二手房来的高跟快。因为基本上今天你买二手房的话呢，第一个房东就是第一个买家，他已经赚到了产业增值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你买二手房的话，你是可以马上收到租金的。
第三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今天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呢，因为它是整栋起上来嘛，所以就有比较多的户型可以去选，包括我们的方向啊、我们的 view 等等的。第四来讲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买的是新房，因为一般上新房是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建上来。如果是你是现金买家的话呢，你就有3到5年的时间去分阶段还款。再来二手房的话呢，基本上二手房你买了之后是可以马上直接租出去赚取租金的。但是在律师费方面来讲的话呢，通常新屋的话，律师费就会是由开发商包到完。但是二手房的话呢，律师费通常就是买家这一方需要自己去承担的。所以一般上律师费的话呢，就会大概占一个5%到10%左右的费用。再来，如果是买到二手房的话呢，维修方面，因为如果今天买的是可能20年、30年的屋子的话，可能维修方面我们就需要花一点点的钱去做维修。但是它的好处就是，一般上二手房的屋子的地点的话呢，就会比较有优势，就会比较好的地点。所以今天做一个总结，买新房的话呢，基本上就除去很多的烦恼，因为屋子是全新的，而且费用方面就比较省一点点。如果是买二手房的话呢，你是可以马上赚取租金，可以马上看到那个现成的屋子，但是费用方面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会需要出的是比较多，所以通常我都会跟我的买家就是做一个比较，买新房它是比较省钱，但是我们需要等3到5年的时间让它建上来。买二手房的话呢，基本上它是需要花费比较大，但是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马上住进去，马上赚取租金。OK， 那么我们已经了解了要买什么地点，要买二手房跟新房。下一个我们就要了解，就是我们要如何看项目。所以基本上在马来西亚这边的话呢，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让你看到二手房跟新房的。所以一般上的话呢，可能就需要自己做一些功课，去谷歌去找，或者是在马来西亚比较通用的平台的话，就是像 iProperty 或者是 Property Guru， 你就可以去搜索你要的这个地区去看看一下。所以多数的人的话呢，就会比较倾向于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一个房产中介提供一站式的服务。那么基本上，一般上我会就是建议我的买家筛选了2-3个项目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个 filter， 就是确保我们买到的屋子是对的。第一就是价钱，今天这个价钱的话呢，是不是符合跟大众的市场的价钱是一样的，还是今天这个房产的价钱是比四周围来的高很多很多的？那么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一块。第二就是租金回报，四周围的租金回报，包括有一些买家是可能喜欢做Airbnb 民宿，或者是做月租，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四周围现在在做这民宿跟做这月租的差别，包括会不会有人去帮我们管理提供一站式的服务。第三就是屋子的管理地，所以屋子的管理地的话呢，如果今天你买的是二手房的话，你是亲眼看到、亲手摸到的。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新房的话呢，那么就要去看一下发展商的实力跟发展商之前做过的一些好的项目，去了解一下它的口碑。步骤4，支付房款跟外国人的限制。首先在柔佛新山这一边的话呢，如果是外国人想要在这边买房，第一个就是价钱上面的限制是在100万以上，但是有一些项目的话呢，就会跟当地政府去特别申请，可以降低这个门槛，但是它有分几种类别。第一，如果今天你买的是有地住宅或者买的是二手房的话，价位一定要是需要在100万以上，但是如果你买的是公寓，然后是新房的话呢，那么开发商如果去跟政府申请的话呢，有一些项目是60万就可以购买到了。第二个就是外国人资产税，这个我们叫做 State Levy。State Levy 的话呢，是一次性付款的，就是在你买房之后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买的价位是在100万以上的话，这样子它的费用就会是3%，大概在3万块。但是如果你买的价位是在100万以下的话呢，它的费用是在5万块左右。第三，印花税。
印花税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个名费，就是因为现在这一个项目的话呢，如果你买二手房的话，就是从卖家各到你的名字；如果你买的是新房的话，就是从发展商把它转移去你的名字，这个是我们讲的转名费、个名费。所以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呢，这个费用大概是在2%左右，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呢，是在4%左右。所以不管是像我刚才讲的 State Levy， 或者是这一个转名费来讲的话，都是一次性付款的。So State Levy 的话呢，就是会是在我们签买卖合同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付款了。但是如果是刚才讲的这个转名费的话呢，就是通常是等物质起好之后才需要付款的。再来就是贷款，所以其实也是很多外国买家就是想问，可不可以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贷款？贷款方面是没问题的。贷款的话呢，就是通常外国人的贷款会是在50%到60%左右，头期方面就会需要准备一个40%到50%的头期。如果今天你买的是二手房的话呢，这样子这个费用是需要马上支付的。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新房的话呢，这样子这40%到50%还是按进度去付款的。今天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啦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留言那边留言让我知道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然后 subscribe 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